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还是很好玩啦，只是前作太好玩啦，最爱的海拉鲁英雄。本集来看看由 Figma 出品的《林克王国之泪》豪华版，登场于游戏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，叙述萨尔达公主与王国剑士林克意外地解开在城堡底下封印的魔王，导致公主消失在光芒之中，世界也被魔王的恶咒所覆盖。为了找到公主以及拯救世界而再次踏上了旅程。豪华版除了附属配件比一般版还多之外，外盒也多了一个外壳哦，感觉上确实是比较豪华啦。林克，萨尔达传说系列游戏的主要操作角色，王国之泪里面的身份是萨尔达公主直属的禁卫骑士，不太爱说话，然后食量很大。设定上他的战斗能力超群哦，近乎恶心啊，真正的海拉鲁大陆灾二。身为偏矮的海拉鲁人，幸好 Figma 的系列是无比例的，头顶高大概是15公分。头雕不是拟真造型，因此还原度相当的不错哦。眼睛的印刷也没有问题，可是肤色有一点稍显蜡黄啊。外形是游戏里的新式鹰结服，除了外层的漂亮水蓝色还有图腾之外，衣领、袖口、裙摆所露出的下层链甲刻画也是相当细致哦。不过交接处还是会有一些溢气的现象啦。皮夹跟绑带都是软质塑胶所构成，虽然皮革感很低，但整体是蛮还原游戏里面的表现状况哦。左侧的左纳乌电池虽然不能拆卸，不过刻画上是相当的仔细哦。可惜电池本体并没有采用荧光材质，但从采用绿色就表示这仅是初期拿满8颗电池的状态。后方的剑带是固定在服装上的，所以不能取下。里面的剑矢仅是造型，也不能取出。另外比较瞎的是，一般版的外形一样是有剑带的哦，可是一般版并没有附属魔像之弓。头颈部是分剑，但可动范围多半由颈部关节来担任。头部本身仅提供上下可动哦，鬓角是软胶，后面的小马尾也可以上下可动哦。身体有2节关节，但其实还有一个接点可以些微的水平转动。腰部主要提供前后弯曲，不过这个关节非常的松哦。上胸关节则是具有多方向的可动。手臂转动的根部不是平切，但那不是个问题。根部除了有外拉关节之外，连接点是球形关节，也可以增加可动幅度。上臂转动的关节在肩膀，手臂弯曲是双关节，幅度不错。一般版的老鲁的右手有2个替换手手，左手则有3种。豪华版则是各会多一种哦。髋关节可以下拉，但是因为衣服没有太软，大腿的抬举依然是严重的受限咯。水平抬举则因为有间隙，所以妨碍比较小。大腿可以有限度的转动，膝盖是双关节，幅度不错，但是保持力偏软。脚掌可以转动，但前后的范围受限。前脚掌可以弯折。共有3种表情可以替换：一般表情、微笑表情，还有大喊的表情。有附属游戏中服饰店任务的海利亚兜帽，材质是布质，但是很薄，而且兜帽只有造型哦，不能直接翻起来戴。安装的时候，林克的头要先分离。另外，因为兜帽的位置会卡到大师之剑，所以安装兜帽之后，佩戴大师之剑的位置会比较下面。而且因为加厚了整个背部的位置，因此戴兜帽再佩戴大师之剑，后面的披风就会翘翘的。海利亚之盾，游戏里预设最强之盾，银色是金属漆面哦，里面则是雾面的印刷涂装。后面的把手可以依照握持的手来替换位置，有附属可以装在剑鞘上的连接件，不过安装的时原本的2个把手都需要移除哦。大师之剑剑鞘是金色的金属涂装哦，但一样边缘有溢气的状况，后面的连接感有一点粗暴，也有一点丑啊。大师之剑的剑身涂装很不错，但是间隔跟握柄就比较随便啦。豪华版有多附属了不少互动配件哦。首先有附属另一只老鲁的右手，外形是没有带护腕的样式，主要可以还原官方图的样貌，但它不会发光。如果这边可以用荧光材质的话，也就不错哦。有一把岩锤，游戏内的机制让玩家可以把特定的素材 A 加 B 等于 C， 所以就成为这把武器啦。虽然材质上都尽量轻量化了，不过石头还是比较重哦，握持时候会有重心的问题。旅人盾一块，游戏里面常见步枪的盾牌，盾面的图腾很漂亮哦，内侧也有仿木头的纹路。
同样可以用连接件来装在剑鞘上。一颗佐纳乌火箭，游戏里可以转蛋转到的素材。虽然材质是塑胶，而且很轻哦，可是整个外形还有涂装表现都非常的不错。上面的刻画跟纹路也都很清晰。有附属一根喷射特效键，而且很还原。游戏里面只有从中间喷出来哦，可是喷嘴有4里啊。火箭跟旅人盾可以重现游戏里结合的样貌，把盾牌中间的零件给移除，就可以把火箭给装上去啦。这个还原的互动，我觉得相当加分哦。有附属一大块的滑翔翼，材质是硬的，但整个造型跟表现都非常优秀哦。布面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造型，本款则是采用绿色的样式，有2根胡须，根部的是球形关节，所以可以转动。或是滑翔翼的手手是固定在上面的，所以你直接装在本体就好。附属的弓箭外形是初级的魔像之弓，金色涂装似乎有故意做旧化哦，所以那个颜色有一点生锈感。中心的眼如果有用透明零件的话，质感会更好。弓可以借由连接件装在剑鞘上，不过官方设定并不能把盾牌同时放上去。剑袋里面的箭矢都只有造型啦，因此有额外附属1支箭矢，但对比剑袋的长度，这一根应该是放不进去哦。最后，豪华版还附了一块通天树的特效剑。通天树是游戏里颇为强势的机制，只要头顶上的东西够大够平整，林克都可以穿得出去。本款预设情况是上半身露出，所以就是把林克的臀部以下拆下来，装在特效键上就完成了。这点的还原也是我个人觉得相当加分的部分哦。王国之泪游戏确实是好玩啦，各项评分也都很高哦。但或许是因为机制上玩家太过强势了，整体的评价还是略逊于前作《旷野之息》。就算没有再创新的高峰，不过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水准的开放世界游戏。本款本身的造型、配件基本上都能算是可圈可点呐，但是依然能感受到便宜形式的部分哦。而结构上部分关节过松，还有保持力不足，也是不太能够被忽视的问题呀。而豪华版虽然配件相较一般版丰富许多，可是那个价格也确实没有美丽许多啊。总之，因为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款游戏，所以就顺势购入了本款啊。玩起来有一点可惜，但却没有后悔。之后的萨尔达公主也会收啦，但那个魔王加农我就不一定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